相信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想变成有钱人，但事实上呢，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真正的成为富人。那为什么有些人呢就可以拥有大量的财富呢？而有些人却只能勉强的维持生计？你是否有曾经想过，我的能力又没有比别人差，也没比别人不好，为什么我们的财富差距居然会有如此巨大？也常听别人在说，要先有钱必须要先换脑袋，要先成为有钱人的脑袋。那到底要怎么换这个脑袋呢？以上这些疑问，在看完后面的内容之后，或许您会有初步的答案。狂人分析，有钱人和普通人对于财富的看法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有钱人是如何透过这一些观点来获得他的财富，那狂人也将透过比较有钱人跟普通人的财富观点，揭开有钱人不想说的秘密，也让大家重新的去检视自己的财富观念。相信对于想要变有钱人的你，或者是想要更有钱的你来说，这会是一个不错的启发。大家好，我是玩乐狂人，跟大家一起学习、成长、玩乐。我就是疯狂玩乐的人。本频道专门提供给想要提升财商思维的你，透过投资理财以及职场晋升，帮助你快速的累积财富，获得财富自由，实现自由人生的目标。如果你对这类议题有兴趣，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加速获得财富自由的相关知识了。有钱人对上普通人财富观点不同的比较表。那我们一开始呢，就直接来看看有钱人和普通人的财富观点不同之处的一个比较表。那我们把两者之间的差异呢，分成4个大观点来做探讨。那一，现金观点，有钱人认为现金足够用就好了。那普通人呢，他就会认为我的现金要越多越好。2，资产观点，有钱人会认为好的资产越多越好，普通人却会认为资产越多越好。3，负债观点，有钱人呢会认为好的负债越多越好，那普通人呢却会认为我不要负债，不要任何债务。4，风险观点，有钱人呢会愿意承担风险，那普通人呢他们是会避免风险的，不愿意承担。由这个表格可以大概看出，有钱人跟普通人的想法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那后面的内容呢，就由狂人我来针对这4个观点呢，更详细的剖析跟说明，让大家可以更容易明白其中差异的奥秘。一，现金观点的不同，有钱人认为现金足够用就好，那普通人认为呢，现金是越多越好的。那根据这个差异呢，让狂人来细说分明。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普通人的观点。那普通人观点呢，就会说现金当然是越多越好这样我在花费的时候呢，随时都有钱花，那也不害怕意外的状况来临，还需要再去额外的找钱。那现金越多越有安全感，就觉得生活好像有保障，日子很安心。那在存款上的数字越大，手上的现金越多，那我的心情呢就会越好越开心。那通常呢，我们会把现金存放在银行里面的活存或是定存，那让它可以赚取利息，那有收入，那我们就认为呢，其实它是有在赚钱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钱人对现金的观点。那这个观点呢，第一个就是现金足够用就好，紧急预备金呢可以弹性的用其他的方式来支应，不一定要用现金。那现金跟存款越多，我的心里就越不安，越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手上的现金会随着时间而流逝而贬值，所以我很焦虑。那通常呢，会利用现金拿来进行投资，让钱滚钱，但绝对不会选择活存或是定存的利息收入，因为那个收益实在太低了。那狂人我自己对于现金的定义是手上的钱，还有活存，还有定存。那有钱人呢，基本上呢不太会留太多的现金。如果有大量的现金，那一定是暂时停泊调度用的资金。
那手上的现金其实只要够用就好。有钱人呢，其实他们擅长钱滚钱，让手上的钱呢发挥赚钱的功效。有人可能会说，不是很多理财都告诉我们说要有紧急预备金吗？没错，紧急预备金是必要的，而且也很重要。但一定要是现金吗？不能是股票、基金这些吗？股票卖出只要 T+2就入账了哦，基金赎回境内5天内入账，境外7天内就可以入账。不能透过这些资产配置的优势来支应紧急事件所需要的支出吗？当然，又有人可能会说，这样会打乱我的投资步调耶。没错，狂人我是觉得保有弹性跟灵活是很重要的，不要因噎废食啊。你仔细想想看，如果紧急用钱的需求来临了，如果那个金额是非常庞大的，那一样你会采取的策略也是收回投资的，然后把它变现之后，然后来因应，这一样会影响你的投资步调，不是吗？灵活很重要，但如何配置才是对个人最好的，这就需要学习跟分析后，找到自己最适合的方式。有钱人跟普通人的现金观念的差异呢？有钱人会看重投资收益和资产增值，而非现金带来的心理安慰。2. 资产观点不同，普通人认为呢，拥有很多的资产呢，就是致富的关键。而有钱人则专注于拥有好的资产，并将大部分的资产呢投资在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上面。那以下是有钱人和普通人对于资产观点的不同之处。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普通人呢对于资产的观点。那只要是资产拥有的越多越好。再来呢，资产都是有价值的，它都是可以变现的哦。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钱人的资产观点，专注于拥有好的资产。那好的资产是什么呢？好的资产其实就等于会增值、会带来收益的资产。那拒绝拥有坏的资产。那坏的资产是什么？会贬值、会带来支出的一个资产，就是坏的资产。那资产都是有价值的，不过呢，它有好坏之分，能够辨识及判断买入的资产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有钱人的观点。那有钱人呢，更关注资产的好坏，会增值的资产是带来财富的关键，甚至是什么是好的资产？例如上涨的股票、上涨的房地产、上涨的基金以及上涨的债券。那什么又是坏的资产呢？下跌的股票、下跌的房地产、下跌的基金以及下跌的债券，还有一般用的汽机车啊、3C 产品啊，还有家具。这么简单，看起来只要会带来增值或是带来收益的投资就是好的资产，那只要会贬值和带来支出的投资，那就是坏的资产。这听起来很废话，但这个废话却又是真理。不过这个观念却很重要，告诉我们找到增值或带来收益的资产的重要，你才能够变成有钱人。而有钱人也是因为这个观念一直在追寻好的资产。那要如何挑选到增值的投资呢？这个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议题了。未来有机会呢，狂人再一一分享讨论。那至于呢，一般用的汽机车、3C 用品、家具，虽然他们也是资产，但是狂人我建议把它看成需求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折旧之后的价值就剩不多了。用需求来看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期待它会增值吧，免得资产很多的错觉。透过这样的思考方式，有钱人能够精确地选择出好的资产，并将大部分的资金投资在好的资产上面，让资产的价值逐渐累积和增值，提升自己的财富。这就是有钱人致富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3. 债务观念不同。一般来说，普通人希望避免任何形式的债务，这是因为债务被视为一种负担和风险，可能会导致财务破产或者是债务的问题。不过呢，有钱人呢其实是愿意持有债务的，
而且越有钱负债越多，因为他们清楚知道可以透过负债，在有效的管理资金的运作之下，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接下来就是普通人跟有钱人他们对于债务的观念的主要的一些区别。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普通人的债务观念。那偿还债务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他们会努力的减少债务，不要让自己陷入财务的困境，因为有债很可怕。那看到债务的数字呢，会浑身不舒服，厌恶背债的感觉。那从小就被教育欠钱是可耻的，是罪恶的行为，是无能的表征，所以我们要远离债务。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有钱人的对于负债的观点。债务是获得财物的一个工具，一种方法。那透过管理债务呢，可以增加财富，那产生更多的回报。那欠钱不可耻，不过如果呢你无法偿还欠的钱呢，这个才会是问题。那一个经营良好的公司一定会有债务，那么为什么个人就不可以有债务呢？这是很奇怪的迷思。某个投资客他想投资房地产，并且等待脱手前呢，他就先当包租公收租，那他势必会运用房贷来举债来进行操作啊。那某个老板他想开一家店，那运用个人的信贷举债来向银行借钱，筹措第一笔开店的资金，那这也是很常见的债务，不是吗？我知道对于没有债务的人来说，第一次举债或许在内心里面会有一些压力、害怕以及胆怯。但是我相信，只要你跨出那一步，知道你举债是为了赚更多钱，而且当有经验赚到钱之后，你就会乐此不疲了。简单说，有钱人借钱来赚钱，普通人呢则尽可能的避免债务。那有钱人知道如何有效率的使用负债来增加资产和现金流，并且能够妥善的处理债务，从而使其能够成为资产而非负担。这是有钱人的优势。4. 风险观点的不同。那普通人呢，常常呢不想冒风险，因为他们不想失去自己辛辛苦苦所挣来拥有的东西。那而这些东西呢，往往是他们在生活中累积的财富。那有钱人呢，会更倾向于承担一些风险，因为他们了解风险和机会之间的关系。那以下是有钱人跟普通人对于风险观点的看法不同之处。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普通人的风险观点。那普通人呢，他们都会尽量呢避免去承担风险。那他们经常把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投入到风险管理上面，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风险，以保护我现在所拥有的财富。那会选择一些比较保守的投资方式。那例如呢，存款啊、活存啊、定存啊，还有就是保险等等，比较保守。那有风险的事呢，他们就认定为说我承担不起啦。那有危险的地方我们不要去啊，因为这个会有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有钱人的风险的观念。那他们会愿意承担风险，因为他们知道风险也代表着机会，那机会就有可能制造很多财富。那知道如何分析风险，了解分析投资标的的风险程度以及属性，更容易的趋吉避凶。那也知道呢如何去控制风险。那例如使用呢分散投资的方式啊，定期调整投资组合等等的技巧呢，来去做避险。那投资理财不变的法则：高风险高获利，低风险低获利。那在掌握及控制风险的前提之下呢，尝试冒险取得高获利，这是致富的捷径啊。不过呢，要如何控制好风险，让您可以安然无恙的去冒险，然后不至于整个帆船一败涂地呢？这又是一个很大的议题了。那未来有机会呢，狂人会再跟大家分享讨论如何分析及控制风险，让您的理财之路上呢能够安心稳当。在财富的观点方面呢，普通人跟有钱人呢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那我们探讨了有钱人和普通人对于财富不同的相关的观点，有4大观点。那虽然这些观点似乎有些是相反的，不过呢，对于财富的管理和增长呢，却有其道理和效益。
那为了获得更稳健、更持续的财富增长，我们可以参考部分的有钱人的财富观点，并且适度的承担风险，建立稳健的资产配置，控制负债，管理风险。另外，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些财富的观点呢，并非是铁则，每个人的财务状况跟目标呢，其实都会有所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做出最适合自己的财富规划和管理。那狂人在这边祝福大家，可以透过这一些财富的观点，让您有所启发，可以更弹性、更灵活的去面对财富，进而获取财富，成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有钱人。最后呢，福利来了！如果你对于投资理财、退休理财、职涯规划、面试技巧、团队领导或者是专案管理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找人咨询的话，很欢迎您透过下面的说明栏的连结，去免费预约狂人我的时间，我们一起上线针对你的现况来讨论。希望借由这个咨询，可以帮助到你解决问题，直接找到方向。玩乐狂人衷心的祝福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接下来的事业顺利，并且找到自己实现自由人生的方法。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拜拜。